这时候捡个菜大楼。哦，黄金大头你见过吧？没见过。哎，这个黄金大头不只是黄金的，上面还带着鼠尾。你还真别说，黄金大头我确实没见过，带鼠尾刚出来袁大头，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没想到竟然还有黄金嘞，就是我拖着这重量啊，这有那么一丢丢轻，重量绝对没问题，我在家里称过了，好像半两重吧？你问重量干啥？我这个金币不是按重量去卖。我知道你是不按黄金的重量去卖啊，我就是告诉你这个金币有点轻。你像正常的袁大头标准重量是26.8克，而黄金的比重啊正好是银子的1.8倍多。26.8克的基础上，你乘以1.8几，这么大的金币的话，它都快1两了，而非你说的半两。至于这个原重量，我真不知道，我只是在家里这个用麦糊称称的，可能不标准。那你用卖红叔叔的称，算是杀鸡用牛刀了，那精确度肯定不标准。我只是给你简单的说一下它的重量而已。因为古玩这一行，首先你得先确定真假。像这种带有这个鼠尾钢戳的银元啊，它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这东西是哪来的？这是我买俺村的这个玩户的，他一辈子没啥亲人，他脑子不够用，我用50块钱给他忽悠过来了。50块钱，说实话确实不贵。就像你说的那样，确实是捡个大漏。基本上五保户啊，都是一些孤苦伶仃的孤寡老人，加上人家脑子不够用，你这也不能少给人家那么多钱啊。这好歹不是黄金的，他是银的也得值几百吧。我有个人平时想喝的小酒，嗯，他来，哎，他有这方面的爱好，就是用他的钱，买一瓶酒，我喝半年，给他兑半年。你这越说越离谱了。一瓶酒按理说也值不了几个钱，你本身喝酒它都是有瘾的，你这天天赚人家的便宜，这就说不过去了。按理说啊，你这个朋友真老实啊，他根本不会有这样的姻缘才对啊。难道这一块姻缘你都不好奇吗？这有啥好奇的呀？过去的主要是地主，就是因为那家的人太聪明了，他生来很笨。这有些人那不叫笨，其实是实在过度了。就算人家主上是地主啊，像这种带鼠尾的金币，它是不可能有的。我来先给你讲一下这个鼠尾银元的来历。当时解放之前啊，我们红军在四川和陕西边界地区设置了苏区革命根据地。就那么大一个地方啊，其实也是需要发展经济的，一边被敌人压制着。为了使这个苏区的银元不外流，所以在袁大头上打上鼠尾来钢戳，保证银元的真假。但是这个银元啊，它是流通的，当时被敌人发现之后，立马都给销毁了。所以像这种带鼠尾的银元啊，存世量极少。你这个金币啊，就更扯淡了，重量不达标。所以我看啊，它就是一块这个假币而已。啥都是假币，刚才你说我是假肉啊，结果是假的，鉴定结果我不准嘛？这有啥准不准的呀？鉴定结果肯定是假的，因为你这50块钱买回来了也不便宜，确实是有漏可捡。我看你这个鼠尾银元啊，应该是一块真银假币。你看外边泛黄，应该是和什么产生了这个化学反应，市场价大概在200块钱左右吧。你别扯了，200块钱根本买不住。有的他喝多了，这2000块钱他买别人的，他天天的靠这个娶媳妇的。这被你50块钱买回来了，他就没啥想法了。刚才你说了呀，他家是地主，祖传下来的，这又说买别人的，这我的鉴定结果就清晰了。你想想，2000块钱买别人的，别人肯定是要赚他钱的。外边啊，这可能是镀金。说实话，这解释就清楚了，确实不是黄金的。你拿回去自娱自乐吧。你这个不要忽悠男朋友了。你鉴定结果也不准啊！你谁想忽悠我的？我不忽悠，你拿回去吧，拿回去吧。好。我这有一块光度特别好的银元，在灯光下一照能刺眼，全世界啊恐怕再也找不出来这么漂亮的银元了。我看您这是一块评级如何高分的银元，基本上挂着 MS 高分啊，都刺眼，打个灯都能亮。来，我瞅瞅啥来？你先上手看一看吧。啊，我这个绝对是与众不同的。价值30万一个。今天就念10万块钱给你吧。价值30万，你这偏10万要卖，看来这里边大有玄机啊！我还是执意帮你瞅瞅。MS 64分的高分袁大头，壁面确实带光，但是并没有什么斑啊，只是一块普通的3件袁大头而已。你这光度挺好的，但并不是能值6位数的银元啊！你这上来就说值30万，看来你这是对银元不懂啊！你这话说的太不负责任了。我之前没接触过银元，确实不懂。现在我接触了。有人帮我估过价了。
帮你估价的人我都知道是谁。现在网上啊，专门有人做这个行当，无论你拿什么样的银元、铜钱，无论真假与否，他们都会使劲的给你往高了估。尤其是像你这种没怎么接触过银元的小白，一听高价你就感觉要发财似的。这银元是哪来的？这一块银元是孩子他姥爷送的，送给我儿子当传家宝的。孩子他姥爷是他干大工程的，基本上送给我儿子的东西都没有便宜的。再是孩子姥爷送的，你这也不能轻易给孩子卖了。先不说这个银元能值多少钱，就像你刚才说的，姥爷给外甥当传家宝的，既然是送给孩子的，意思就是当礼物要保存下去的，你这轻而易举的给他卖了不合适吧？我这是赶上急用钱，家里也没有啥值钱的东西。明天等我打牌赢了，我以后再给他买个更漂亮的。打牌，我觉得还是算了。基本上玩牌都是10赌9输。别人经常说家里有金山银山，你长此以往染上了坏习惯，只往外出钱不挣钱，早晚也有一天也有败光的一天对吧？再说能值30万，这一下子10万卖了，这不是太亏了吗？我也是事出有因。一是去北京来回需要很长时间，那是。二是呢，这2天朋友都在家，不容易聚在一起，所以说便宜20万就卖了。像你这样卖东西，如果真值30万的东西10万贱卖给别人，别人都喜欢你这样的人。一下子降价2/3，这比打骨折这价钱都便宜。再说北京那所谓的专家给你报30万，纯粹是为了想忽悠你的钱。我看你对冤大头也不太懂。你像那种能值上几十万一个的，首先他必须得带个好板，就比如说甘肃嘉字，也就是3年的冤大头，就是原像前后打上甘肃2个字，因为存世量它比较少，所以价值就比较高。而你这个冤大头第一它不带板，你像普通的大头现在市场价也就800到1000左右，而你这个好就好在分值比较高， MS64 属于亚军分了，属于那种未流通的状态。你看笔面，你看这种带光就可以看出来，这笔面确实是带光。以我看你这个品相来说2000块钱还是有的。啥？这么好的银元你才给我2000？对呀，这和30万比，这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为什么你们实体店价钱这么胡扯不是实体店价钱胡扯，是你被人洗脑了。像这种 MS64的冤大头它也有一定的市场参考价，不可能一下子能值30万之多。你在几十万的基础上，对吧？你再去问价，给你报多少你都嫌低，这都很正常。能值多少钱？你问问那岳父，不就啥都知道了吗？那肯定不能乱问他们如果知道我乱卖的话，该找我的事了。你就心好，不行少给几万也中真跟钱没关系，你这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网上报了价，那现实中谁也给不了你那么多。再说了，你这玩牌也不是啥好习惯，加上这是孩子对吧？姥爷送给他的传家宝，你轻而易举给他卖了，将来你还是生气。我建议你还是别卖了。算了吧，我还是找我的专家去吧。坐高铁快去安徽。那好吧。